喜同喜，里边请。恭喜恭喜恭喜啊！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等待上。等什么？等另一次相逢。那你等到了吗？却等来另一次离别。你哭，是因为不舍吗？因为明天过后，一切都会改变了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起早？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晚秋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若现身写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恩怨为报，余情未了，爱千年。以后，无论你是开心还是难过，都可以来断桥上找我。若是天晴，我便可以为你撑伞，遮去烈阳。如果你伤心难过，也没关系，我可以为你擦去泪水。记住，我对你的承诺永远都不会变。许轩，再见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已经过了千年，才让我找到你。这屋子里怎么会有雄黄？白姑娘，怎么不往里走啊？走啊！怎么了？难道是因为这个？白姑娘，你一个修仙之人，居然还会怕雄黄？冷宁，你身上妖气异重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两个谁是人，谁是妖？白姑娘，你的心里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吧？你今日前来，不是为了跟我讨论这个话题吧？我要你永远离开药师宫，不许再靠近师兄半步。我迟早都会离开的，但是在我离开之前，我必须化解你身上的妖气。妖气？我身上的妖气难道不是你留下来的吗？毛枯耗子！
我不相信你会化解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担心。够了，只要你离开，所有事情都会解决的。怎么？如果白姑娘真的不想离开的话，那也没关系。我会把你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，到时候恐怕白姑娘想走也难了。我所作所为，问心无愧。哼，听白姑娘的意思，如果让师兄知道你一直在骗他，也无所谓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要你离开药师宫，离开师兄，不许再出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立刻离开，永远不会出现。祝你跟宫上白头偕老，今生今世永结同心。谢谢。你真要走啊？缘有深浅，终须一别。大婚之日在即，白姑娘若没有急事，不妨多留2晚。家师有命，召我速回骊山。2位的喜酒，我恐怕是喝不了了。你要回去修仙？明日一早便起身了，所以特意来向2位拜别。师兄，白姑娘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同，他日若是白姑娘位列仙班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桩幸事。我看就不必强留了吧。不行。饕餮使你重伤，若不是因我救你，你怎么可能活到今天呢？就算要离开，也要学会知恩图报才是。师兄，咱们行医救人，何必在乎这些身外之物呢？我看就别为难白姑娘了，让她安心回去吧。我诊金自然是要给的，不知道宫上是想要银两，还是奇异珍宝，还是稀有草药啊？我要你。师兄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接到消息，知道你们筹备婚事，我连夜就准备了这身嫁衣。你看，我竟然没想到，正合身，连改都不用改。弟弟让我要保守秘密，你出入啊都要戴着面纱，这时候可千万别出任何乱子了。
只要我和师兄成了亲，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现在外边的人都以为我容貌已毁，大婚之前我一定会小心行事的。哎，白姑娘啊，你快过来看看，冷凝穿这身衣服有多漂亮啊！冷姑娘，有些药理知识，我想私下与你相谈。筹备婚事啊，有很多事情要忙呢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张罗啊。药师宫最近莫名多了一股妖气，周围的山头上百兽横死，到处都是尸骨。既是妖怪作乱，那白姑娘应该去找齐少侠，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这股妖气，只有我体内的灵珠能感应到，这两者似乎有牵连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莫非白姑娘是妖？否则，怎么会与妖气有所感应？冷姑娘，你之前中了小青的毒，是我用体内的灵珠为你医治的。我的灵珠凝聚了上千年的法力，它曾在你体内短暂停留过。所谓善恶一念间，我怕你心中起了邪念。此话怎讲？恶念一起，坠入魔道，当日自毁容颜，怕是你发自内心的邪念。人妖殊途，我怎会跟妖扯上什么关系？白姑娘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。难道你是想借此拆散我跟师兄的姻缘？我只是在担心你。担心我？是担心还是手段？恐怕只在一线间。白姑娘，你心中是否喜欢师兄？我对他……果然如此。我当你是修仙之人，对我又有救命之恩，我万万没想到你竟口蜜腹剑，不择手段。冷姑娘，妖化毁人心智，即便是人也会成妖，你知道吗？危言耸听，我生来是人，如何成妖？师妹啊，这桩婚事我们不能……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会在冷凝的房间里？白姑娘是过来祝福我们的。姐姐刚刚送嫁衣过来了，你看好不好看？要不是白姑娘替我化解危机，这场婚事又岂会如此水到渠成？要说起来，白姑娘还是我们的大媒人呢。师兄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谢谢白姑娘啊？那还要问问白姑娘自己，想要怎么个谢法？我从未想过让你谢我。这场婚礼恐怕不能当儿戏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自从许诺冷凝婚事那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你倒是冷静，不，应该是冷漠。你该祝福的人不仅仅有冷凝一人吧？还有我呢。如果宫上因为此事生气的话，千百句祝福又有何难？只是，在你的心里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永远都猜不透你的心。你真的去猜过吗？子轩说了，小白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。人心最经不起猜测与试探，我只能凭初心待人，不敢妄测。
子轩还教了你什么？子轩还教过我，要如何做人，俯仰无愧于天地。琴棋书画，他一样样的教我。只是我没有学到他半点精髓，到现在都是半通书。他教了你如何做人，可有教过你人情义理啊？他还没来得及。那我告诉你，人心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同样，也经不起忽视与冷漠。我们都经历过生死了，你对我的态度，怎么能跟其他人一样呢？你这话我不明白。你怎么能对我成亲这件事情如此的无动于衷呢？难道你心里对我就没有半点？算了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罢了。难道我样样都比不过子轩吗？告诉我，你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究竟是谁啊？1000年前，我第一个笑是因为他，第一滴泪也是因为他。我一直围着他而活，我心里只能容得下他。即便我们分离1000年，即便我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了，可是子轩，他一直在我心中。直到因为子轩，所以没有人可以走进你的心房。我一直在等你对我成亲这件事情有所反应。真是骄傲于我呀！我竟然也有犯错的时候，还能错估了你的心。可笑的是，错不在你，错在我的自负与误会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你生命中无关紧要的人罢了。只是有些事情你忘记了。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没想到，我许宣也有如此狼狈的时候。白姑娘的好意，许宣心领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看看你心目中的子轩，究竟是何等人物。你什么都忘了，1000年前的种种，甚至连子轩都忘了。你已经把我也给忘了。我遇到了你，可是你已经不记得我了。连白夭夭这个名字都是你给我取的，我该如何？我该如何才能让你想起我呢？此去几何？欲说还休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1000年。云雨微笑，恩怨为报，遇见未了，爱1000年缠绕。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几遭？1000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你是前世未知的。曾经有一个人用尽全力，就为了让我过得更快乐，所以现在我也要用尽我的全力，
让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。子轩是谁啊？子轩，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世界上没有能够难倒他的事情。我一直围着他而活，我心里只能容得下他，即便我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见到。可是子轩，他一直在我的心中，直到两月晚秋一门回首，此去几何，欲说还休。只言一人共一白首，管他什么子轩，清秀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已经找到你了。无论你们的个性相差有多大，不过到头来都是错的，不过是我的幻觉罢了。这雨水怎么这么像苦涩的泪水？我许宣，这回可是彻底输在了白瑶瑶的手上。千年等待也不忘，若能重拾你的微笑。输在我已经爱上了他。你是爱上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师父，你曾经说过，师妹从小没有吃到半点苦。如今，我却总是让师妹身陷险境，是徒儿辜负了师父所托。不，师兄一直都在维护我。要不是师兄出面，追死小王爷的事情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师妹，起来吧。师妹，这个首饰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不爱读书，又怕爹抽查，你我便定下了这个首饰，用作暗号，师兄便会帮我掩护。你明知道婚约之说是为了应付小王爷的谎言，为什么要假戏真做呢？婚约之事，岂能信口开河？那你现在心里真的开心吗？一场由谎言开始的婚约，终究不会长久的。我爱师兄，这份情谊不是假的。你说那场戏是假的，可是对我来说再真不过了。我从未想过要嫁给他人。这一生要是不能嫁给师兄，那我何来幸福？我对你的感情，从小到大，从未改变过。我知道，师兄对婚礼尽心尽力。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。等我们俩成了亲以后，这就不仅仅是一出戏了。过去，我视你为师妹，将来，我仍会待你如斯。我们成亲后，我的身份就不仅仅是你的师妹了。我对你的感情，仅止于师兄妹之情，并不是你所期盼的爱情。这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婚约，继续下去，只会让你更加受到伤害。伤害我？师兄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师兄，你担心伤害的不过是白姑娘。若是没有白姑娘，师兄你会不会对我回心转意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而我的爱情，并不是你我之间的纠葛。
大张旗鼓的筹办婚礼，然后在众人面前毁约吗？师兄，我倒要看看你会如何残忍的对待我。这个婚礼，我是不会取消的。就算得不到你的爱，我也要将你的人留在我的身边。师妹，从前的你，绝对不可能强求他人。现在，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婚约之时，会如你所愿，如期举行。只不过什么？结局不会如你所愿。婚约之事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大厅的两侧啊，必须要多放一些花。开席前招待宾客用的桂花糕，一定要是云乐居的。是。姐姐，许仙，宫上，哎，清风，我刚才吩咐你的，赶快打点下去啊。好，是。这样看着就好多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姐姐，你终于肯静下心来打点婚事，我这个做姐姐的也算是享清福了。不许再辜负冷大小姐的一番心意了啊！有姐姐这个大总管在，婚宴之事哪有我操心的份儿啊？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一切筹备用度都由姐姐你来安排。明明是你这个新郎官乐得享清福，把所有的苦差事都交给我一个人来做。哼！姐姐平时最爱做的，不就是操办婚事吗？臭小子！算你赶上好时候了。我跟你姐夫成亲的那会儿啊，一穷二白，穷得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没有。一想起那个李公甫啊，我就生气。当时我们姐弟二人寄人篱下，姐夫也未曾获取，一官半职，连自己的嫁妆都是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还提他做什么呀？只要能看见你有一个像模像样、风风光光的婚礼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这辈子也算是值得了。这场婚事，算是药师宫100年一遇的大喜事了。姐姐就放心吧，我早就吩咐下去了，大家一定会竭尽全力，把这婚事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算放心了。有了清音里，我的妖性便再也没有发作。或许从此以后，我就能彻底压抑住心中的妖性，平平安安的和师兄共度一生。白夭夭，就算你猜中是个局又如何？过了今日，你便要离开。等我嫁给师兄，一切变成定数。师妹，师兄，听说你受到了惊吓，谁都不见，可是伤到了什么地方？我没事，只是不想让他们担心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就好。拿剑了吧。
这是什么？这件嫁衣，我自作主张的改了一下设计。这不是给我改的嫁衣，这设计果然挺特别的。冷宁，明日就是大婚的日子了，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在今晚告诉你。师兄，有什么事情，不如过了明天再说吧。我今晚必须告诉你。是冷宁，是冷宁杀了那些动物。冷宁，我失去容貌之后，藏身药师宫后山。你还在惦着她的容貌，情到深处，谁又能说放就放？所以你就一直跟着她。我在后山见到冷宁，他一身的妖气，双眼散发着摄魂的杀气，毫不迟疑的下狠手。此事因为我而起，不怪冷宁。要不是我用灵珠为他医治，他也不会这么容易妖化的。他心中原本只是有一口恶念，经由灵珠催化，被我留下的妖气互相影响，才会控制不住妖气。冷宁就算发现了，恐怕也没有办法解决。我得回一趟药师宫，事情因为我而起，我定要想办法解决。他明日便要与许宣成亲了，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你在等我吗？我人这一生，短短数十年，我们不像妖和修炼之人，可以利用1000年来修炼。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，而这数十年对你们来说，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而已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等待上。等什么？等另一次相逢，那你等到了吗？却等来另一次离别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性子这么急吗？是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。错了，这几天我的确浪费了一些时间，我错过了一些情事和人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宫上已经寻觅到良缘，人生圆满。我们修仙之人，岂能恋战红尘？修仙之路遥遥，不能荒废。说人话啊！这些虚文就不要在我面前说了，说你心里想说的话吧。其实就现在的情况，我不能留在药师宫了。合不合适由我说了算。离开是另一段的开始，而离别则是另一段相逢的起点。可是我太迟了，才找到你。你曾经问过我，为什么要入断阳宗？我幼时出生的时候，便有人说我命带孤星，3岁丧父，5岁丧母。我跟姐姐相依为命，险些离世。后来得到了老宫上的出手相助，才有了遮风避雨之所。我这一生注定是孤苦之命。所以你为了这份恩情，才战战兢兢地保护药师宫。你对我的了解还是太浅了。
我从小就怕黑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一直很黑，姐姐拉着我的手哭泣，我才知道父母撒手人间，我跟姐姐便没有了依靠的人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便对黑暗产生了一种恐惧。晚上入睡的时候，必须要点满了所有的灯才可以。可那日我在你房间并没有灯，没见你有害怕之色。现在黑暗对我来说，不再是恐惧，而是回忆。这是我的过去，那你的过去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你虽然眼睛在看着我，但你心里却想着其他地方。我只不过是一丝魂魄罢了。透过我，你要找的人究竟是谁？怎么你一落泪，天就下雨了？这是你的法术，还是你的泪水可以化作西湖的雨？在我的心里，从来只有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这些灯，这是我托小青布置的。之前说过，要为你送别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很用心。我只是希望，以后不管你到哪里，每一步都可以有人为你照亮。像现在这样，你的心意，我收在心底了。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为什么之前没有告诉过我？我之前还没说呢，你就走了。你哭，是因为不舍。这些都不重要。今日，我只想让你记住这断桥的灯。以后，无论你是开心还是难过，都可以来断桥上找我。知道了。若是天晴，我便可以为你撑伞，遮去烈阳。如果你伤心难过，也没关系，我可以为你擦去泪水。可是明天过后，一切都会改变了。但我对你的承诺，
永远都不会变。我见过红心了。哦，那又如何？你将那些残害动物的罪名推给了饕餮，你这样做只能瞒得了一时。如果你……住口！你以为红心的话会有人相信吗？更何况，他跟着我，不就是觊觎我的脸吗？你深夜到此，不会就是想借此理由阻止我的婚礼吧？冷宁，你体内的妖性，既然因我而起，那自然就要因为我而结束。那白姑娘的意思是，要与我玉石俱焚喽？我只是想劝你一句：你是人，如果你心中没有思念的话，那自然能够压住妖性的。而我天生就是妖，为了去除妖性，需要经历无数磨难。明日就要大婚了，婚后你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千万不能让妖性毁了你的生活。在你闯入我生活之前，我一直都很快乐。如今不人不妖，却还要你在这假惺惺教我该怎么做。我只想要你离得远远的，永远别在我身边出现。我就算去除了妖性，可是还有身为妖的妖格，我的去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。我来，我走，决定在于我。冷宁，也许你现在根本不在意那些被你杀害的动物，可现在是小动物，以后就是人了。而我只是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夜深了，明天还有很多事呢，没空在这里跟你纠缠。无论你是否领情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能彻底除去你体内的妖性。为了你和许轩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幸福的生活，幸福的生活。也许事事不能如我意，但我会一份一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生活。明日大婚，这件嫁衣还要劳烦师妹交给我姐姐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交给姐姐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本王现在就立下字据，从此与他毫无瓜葛。小王爷已经立下字据，我们行事所破下的婚礼也不用举行了。但是姐姐与姐夫还需要。我之前答应过姐姐，将来有朝一日，一定要替她和姐夫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来弥补之前的遗憾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明天明明是我们俩的婚礼，为什么要转交他人？师妹，这桩婚事本来就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，你也应该明白。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讲过，婚约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小王爷的权宜之计。你的终身大事，岂能有一错再错的道理？
这是小王爷立下的字据。是啊，我早该清楚，师兄做事情向来滴水不漏，绝由不得别人轻易做主。我不愿做的事情，从来没有人可以逼我。这场婚约，一来是为了弥补姐姐的遗憾，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替你解围，免得让人猜忌。明明让我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，我却不得不感谢师兄的恩情。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师妹，我完全都是在为你着想。跟你白头到老的人，必定是一个真心爱你的人，而不是我。真心爱我？那你呢？你的心又被谁拿去了？看来我就是多此一问。你对白夭夭的心，谁不知道？我与他的事情，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将来，你会明白的。白夭夭，若你知道真相留下也罢，我就算成妖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善罢甘休。千年前，我们在西湖之上生死离别。千年后，却是我一人孤身离开。若我将你的承诺当真，苦苦在此等候，你会来吗？你们吃好喝好。咱们那边敬一下。哎呀，往日竟不知这药师宫之中是这番景象，比起王宫，也丝毫不差嘛。我弟弟为了这场婚礼，可没少花心思。哎，一会儿敬酒的时候，可别给我丢脸啊！哎，你相公是官场中人，这样的场合也是不少见的。关于这一点啊，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。哎，只是听说啊，断阳宗弟子对这场婚礼啊颇有不满。这又何妨？我弟弟的宫上之位做得还不平稳。哎，我去敬他们一杯。到，众兄弟，我敬各位一杯。哎呀，你少喝2杯吧。怎么不喝呀？你看你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大家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咱们请新郎说2句，好不好？请。酒还没喝呢。倒上。感谢诸位
我李公甫先干为敬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当年我家中贫寒，迎娶娇容之时，竟办不起一场像样的婚礼。夫妻二人在家中煮了一碗牛肉面，娇容将最大的一块肉藏在我的碗底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竟无半点怨言呐！今日许宣为我夫妻二人补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在下李公甫感激不尽呐！这么多年，亏欠你了。不让亲！你们一个个的太可恶了，居然连冷凝都一块瞒着我。我本来是想替我弟弟好好的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，可没想到，居然成了我自己的婚礼了。说那么多干嘛呀？走吧，洞房是吧？下来你。若我将你的承诺当真，你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。怎么是你啊？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应该在跟冷凝拜堂成亲吗？等的人明明是我，为什么你迟迟不说，却像现在这样，宁愿躲在这桥上哭，也不愿意承认，你心里爱的人就是我。我就算承认又如何？就算我喜欢你，就算我喜欢你，你现在已经成亲了。你到底是倔强，还是单纯的愚钝呢？我辛辛苦苦演了这么大一场戏，难道你就没有看出来，我是在逼你开口吗？我以为你知道我喜欢你。你在演什么戏啊？这2天，你都在演一场戏。我如果不给你一些教训，你怎么会记得住呢？而且，关于爱情这件事，我不喜欢先说。没有许宣和子轩之分了。
在小白心里就是千年等待的人。小白释怀了。只念一人共你白首，管他什么前程锦绣。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，只恨人间不够千年。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把握，你会来断桥等我。如果你真的离开，有一句话，也许永远都会成为遗憾。什么话？我喜欢你。这个我猜到了。我做事一向喜欢清楚坦白，以后你有什么话，千万别藏着掖着。我也不会介意你直接在我面前表露你的心意。女追男隔层纱，就算便宜你了。我们两个，我追的你吗？当然了，就这么定了。雨快停了，咱们该回药师宫去祝贺姐姐了。那冷凝呢？师妹知书达理，我已经跟她解释过了，你不必操心了。你为何现在牵着我的手？有何不可？你以前明明告诉过我。哎呦，困了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别动手动脚的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啊。此一时彼一时了。你我现在两情相悦，牵你的手，天经地义。我发现什么事情到你那一解释，全都有道理了。我们走吧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胸前的记号，未见分晓，怎么把你忘掉？弟子拜见师父。你还是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你可想清楚了？弟子心已决。为了一个凡人，你当真心甘情愿舍去千年修行？徒儿有负于师父的期望，愧对于师父的教导。世间万千大道，你为何执迷不悟，偏要渡这一条无尽无边的苦海呢？冷凝妖化之事，全因为我而起。如今只有舍去一身修为，萃取灵珠，方能把它救回。你自愿舍身成人，化作凡胎，只是不光是为了冷凝吧？师父，你还是终于找到了他。什么事都瞒不住师父。我只问你，你以为舍了修行，做了凡人，便可与他做一世平凡夫妻吗？
我修行1000年，就是为了见他一眼。如今为了他，我愿意舍去一身修为，恳请师父成全。瑶瑶，你命中注定当有此劫，为师也只能盼你好自为之了。我已将你全身的法力收回。如今，除了你本体灵珠可以助你变化成蛇，其他与凡人毫无差异。多谢师父成全。师父，这是……若你日后反悔，便将此剑插于许宣的胸口，你即可拿回法力。不，师父，这个法器万万不能用，请您收回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伤害他的。此剑不伤生命，只斩情愫。待他忘记了你们之间的种种，便是你回归正途之日。师父的意思，我与子轩今生注定无法相守吗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去吧。